个消防员不干正事儿，只因为在出警时碰到了前女友，就与他在消防车里干了起来。紧接着他便接到报警电话，这个男人声称在自家的墙里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可队长根本听不到任何声响。众人一致怀疑这哥们儿是不是嗑药了，也有可能是只老鼠掉进了里面。看到男人的坚持，队长还是让副手拿来了听诊器，在墙上仔细听了听，经过不停的敲击墙面，果然有微妙的哭声。一旁的小哥却说也有可能是某人的恶作剧呢。可队长告诉他们，不管里面是什么，现在做的事都是我们的职责。小帅提着斧子就要砸墙，队长连忙制止，你这小子是想救人还是害人呢？这时候警员黑妹也赶了过来，在得知现场情况后，他推测应该是个少女未婚先孕，想要毁尸灭迹，结果孩子卡在了管子里，而女孩因为害怕躲了起来。于是他们挨家挨户敲门询问，另一边的消防员成功锯开了墙面，果然有一根管子竖立在这里。可女队员想到如果此时有人冲厕所，那很有可能淹死婴儿，于是他立马挨家挨户提醒众人不要冲厕所。消防员将管道锯开，里面的大便喷涌出，当他们取下管道，果真在里面发现了婴儿的头，他们立马将管道平放，随后找到最佳位置给锯开。可强行将婴儿拉出会导致婴儿身体折断，于是他们在管道内涂满润滑剂，将婴儿一点点的推了出来。可婴儿已经没了呼吸，消防员立马用手指给他做心肺复苏，但却毫无反应，他的气管很有可能被屎给堵住了。于是消防员用手给他清理气管，果然将那团屎给抠了出来，婴儿瞬间发出了声响。消防员脸上露出了父亲般的微笑，下一步就要将婴儿送去医院。另一边的黑妹在寻找弃婴少女时，发现了一对可疑的白人妇女，她本想进去检查，可没有搜查令，她也没法进去。转头她就在地板上发现了血迹，她沿着血迹来到一家正在装修的房间，果真在这里发现了弃婴现场，这是多么丧尽天良。之后她径直来到那对妇女的家门前，没等男人做出反应，她便踹门而入，果真在房间里发现了刚刚生育完的少女，而她已经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必须要立马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就这样母女俩成功搭上了救护车。原来少女因为被男友给甩了，一气之下才将她的孩子给抛弃了。少女看着眼前可爱的婴儿，不免露出悔恨的泪水。不管怎样，孩子都是无辜的，经过抢救，母女平安，但等待这对父女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见过最牛逼的种马，出警前在路上等红灯，也要跟一旁的敞篷小姐姐搭讪，等来的便是与小姐姐在消防车上干架。但凡是个女的，都在她帅气的外表下难以逃脱，但这次小帅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女人竟然被自家的宠物蛇勒住了脖子，大蛇似乎在下一秒就可以要了她的小命。接到电话的消防员破门而入，可走进客厅让这群彪形大汉感到心慌。客厅里养满了各式各样的毒蛇，这场景就像动物园一样，小蛇放缸里，大蛇放床上，结果睡觉时就被大蛇给袭击了。队长赶忙用手试图掰开，可蛇受到外部攻击越缠越紧，看女孩的表情就知道她一定很痛苦。一旁的队员推测，大蛇锁脖每秒的收缩力度可达到100公斤，也就是说即使10个成年男子也无法徒手将它拉开。女人就像是狗一样被勒死。暴躁的小帅想要将蛇打死，可队长却说蛇的本性就是这样，受到攻击才会反抗，蛇是无辜的。一旁的女队员提议给蟒蛇来针麻醉，将它弄晕，可这么大的一条巨蛇，药物发作也需要10几分钟，女人可等不了那么久，这下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看着蛇将女人的生命带走吗？听着女人发出痛苦的惨叫，小帅再也忍不了了，抡起斧子就将蛇的脑袋给分了家，蛇的身体瞬间变得松软了下来，女人也因此获救，而小帅将面对动物协会的惩罚。Yeah, well, it was him or you in a situation like that. Yeah, I wish you was a safe and more attractive one. 看着女人的眼神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场大战。当众人收工返回消防站，小帅的云梯车却迟迟未归。队长根据定位找了过来，可这里并没有发生事故，但云梯已经升了起来。队长顺着云梯爬上顶楼，眼前这一幕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小帅与屯蛇女竟然在这里公然打疫苗。小帅质问队长：“你这是什么癖好跟踪我？”队长却说：“车上可是有 GPS 的，你这蠢货！”并且直接将小帅给开除了。他表示小帅自作自受，完全不尊重女性，更不尊重消防员这份工作。即便小帅极力解释，可队长还是因他不遵守职业道德将他开了。失去消防员工作的小帅变得极其消沉，但他意外在下一次案件时挽救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绝对想不到消防员还能这样玩。原来一名独自在家的小女孩报警，声称家里进贼了，说着便直接向楼上跑去。由于小女孩的手机没有电话卡，接线员没办法定位到准确位置。可此时的小偷已经进入到屋内，女孩小心翼翼地爬向窗边，发现自己竟然住在别墅区内，门口还有一辆粉色的自行车。接到电话的黑妹赶忙前来救援，可眼前的这一幕让黑妹愣住了。这里密密麻麻的都是同类型的别墅，少数也有上万栋。接线员问出女孩妈妈的电话就打了过去，可电话铃声却在客厅响起，妈妈出门并没有带手机。接线员让黑妹拉响警笛，这样她就可以根据声音判断女孩的大概位置。可最近这片区域经常出现入室抢劫和凶杀案件，黑妹不想打草惊蛇，于是她想到了消防车，可恰巧最近的消防员正在执行任务，于是他们派出了刚被开除的小帅，而这也给了小帅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小帅拉响警笛在路上行驶，不出意外很快就能将小女孩救下，可女孩自己却沉不住气了，本想下楼逃跑，却被小偷给撞了个正着，小女孩慌忙逃窜，这可将接线员吓傻了。
幸好小女孩藏在桌子底下躲过了搜查，消防车也恰巧路过了这里，接线员和警察通过声音也确定了位置。小帅也在这里看到了粉色自行车，恰巧小女孩的母亲回到家中，担心惊动劫匪，小帅赶忙将她拦下。黑妹从后门偷偷潜入房间，但可惜的是小女孩再次被发现，劫匪一把抓住女孩的脚将她放倒，接线员慌了，在电话那头疯狂地呼喊劫匪的名字，而劫匪也吓傻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而接线员要与他谈判，自己已经派了大量的警察前往那边，只要他们放过女孩，自己会协助他们逃跑。 Why would you do that? Because I don't care about you at all, but I care about that little girl, so you have exactly 2 seconds to make a decision here. You can either walk away from her and walk away from the police, or you can sit there and wait for whatever hellfire is about to be brought down in your head. 劫匪看了眼小女孩，他选择相信接线员的话，将女孩给锁了起来。根据接线员的指示来到后门，而黑妹早就在这里等待多时了。见自己被耍了，劫匪彻底怒了，他将同伴推开做掩护，转身就逃走了。既然你不讲武德，我也无需废话。劫匪挟持着女孩就跑了出来，结果被女孩反咬了一口。劫匪吃痛丢下了女孩，骑上摩托就准备开溜，而前方已经布满警车拦截，无奈他只能调转方向。看到前方的黑妹，劫匪果断开枪，眼看着就要逃走。天空中一道水流划过，一枪就将劫匪刺飞。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败在这个消防员手上。黑妹对小帅露出满意的笑容。就这样，2名劫匪都被逮捕，小帅也因此获得1等功，重新回归消防队。车上解开安全带的朋友们都知道，身体会因为惯性弹飞出去。男人挺着9个月大的肚子与基友坐过山车，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安全带被男人肚子里的孩子踢了一脚，并没有扣紧。没等2人反应过来，过山车就启动了。小黑脸上写满了喜悦，而小胖已经害怕的夹紧了屁股。过山车仅仅跨过一个顶峰，安全带就因为惯性而弹开，小黑被瞬间甩飞出去，胖子死死地抓住护栏。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可由于现场复杂的地形，安全气垫无法打开，再加上过山车所处的位置太高，云梯无法到达，小帅只能徒手上去救援。此时的小胖被挂在高空足足有半小时了，但他还是十分在乎小黑的情况。很明显，小黑已经与他处在2个世界了。但队长为了不让上方的小胖害怕，命令手下将小黑抬上担架，假装接受治疗。得知好基友还活着，小胖瞬间放松了许多。但此时下方聚集了一大批吃瓜群众在录像发抖音，甚至一些人开启了直播。小胖十分担心自己现在这副样子在网上疯传，肯定会被网暴的，自己还怎么找对象啊？此时的小帅已经放下了安全绳，只是1拳的距离，小胖就可以获救。Can you tell them to stop recording, please? I don't want anyone to see me like... 小帅懵逼了，这是什么人？怎么不担心自己的命？无奈的小帅伸出手，想要给小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活下去的。可小胖只是看了一眼，却说我做不到，拜拜。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小帅眼前领了盒饭。回到消防队的小帅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十分不甘，自己明明仅有1手指的距离就可以将他救下，那个胖子为什么放弃呢？队长也发现了小帅的情况，于是他推荐小帅找个心理咨询师看一下。可谁知这小子不知悔改，在与心理咨询师交流时，竟然与他干了起来。不得不说，太阳穴带痣的男人就是不一样。跳过楼的朋友都知道，头上一定会有一顶绿色的帽子。这个男人只因梦到了女友与其他男人同床共枕，就奋不顾身地站上了阳台。他十分不甘自己对女友言听计从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尽管女人极力解释，也无法阻止男人要换个颜色的脑袋。接到通知的消防员赶了过来，看着高空上的男人，众人都面露难色。这要是掉下来，可能连个渣都不剩。队长命令小帅去楼顶进行救援，可小帅脸上写满了拒绝。他昨天还亲眼目睹了小胖在自己眼前死去，这活我可不干。可队长还是坚持要让他去，毕竟只有面对阴影才可以走出来。虽然脸上不情愿，小帅还是换好了装备。队长则来到了隔壁的阳台。此时的女人已经对男友失去了耐心，毕竟自己还没结婚。而队长问她：“你出轨了吗？”女人懵逼了，这种事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而队长却让女人对男友道歉，假装自己出轨。毕竟这种时候男的只是想要个态度，如果真的想跳，早就没命了。Leonard, I'm sorry. Okay, I don't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I love you and only you. You lying bitch! Oh, fine. 为了稳住男人的情绪，队长只能说出自己卑微的感情史。原来他也被戴过绿帽子，而且是5次，但队长都选择了原谅。可就在他准备求婚的时候，竟然发现他与自己的父亲干架了。正当男人看得入神的时候，楼上的小帅瞅准时机，一脚就将男人踹进屋内。这一下他不止救下了男人，还解开了内心的阴影。可谁知一旁的女人根本不担心男友，反而关心队长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队长告诉他自己可是母胎单身，没交过女朋友。当众人回到消防队，死去小胖的姐姐找到小帅，跟他说明小胖其实很早就有了自杀的倾向，当时没有抓住小帅的手，也都是自己打算结束生命了，这一切都不是小帅的错，希望他不要对此有愧疚。也就在此时，一个别墅内，这个男人被2只凶狠的恶犬袭击，消防员赶来将恶犬抓获，可不料别墅真正的主人竟然回来了。女警滥用职权，声称有紧急情况发生，要求所有车辆立即退让，而他竟然将车开到汉堡店门口点了4份汉堡。原来消防员接到报警电话，这个男人只是没穿内裤就被2只恶犬给袭击了。由于狗狗太大，消防员也不敢贸然上前，黑蛋劝他不要再喷水了，那样只会激怒狗子。老崔趁机说要去寻找狗的主人，
实则是他打算离这里远点，毕竟自己可是个胆小鬼。也就在这时，黑妹赶了过来。当他看着屋内的2头大型恶犬，十分无奈，看来手里的汉堡是一个都剩不下了。只见他依次丢出2个汉堡，2只恶犬果断放弃男人，兴奋地向熟食走去。看来这2狗是真的饿了。只见黑蛋趁机打开储物间，随着黑妹丢出2枚剩余的汉堡，恶犬都跑了进去。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只是可惜了汉堡。而没穿内裤的男人竟然撩起了黑妹。Thank you. You are a beautiful genius. 可黑妹对他不为所动，很快动物管理局的人就将狗子全部带走。但是他们的化验单显示狗子并没有狂犬病，并且他们俩来的时候，这里的前门和后门都是关着的，狗子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进来，除非是他们住在这里。果然，一个男人焦急的走了进来，表示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什么，而他的狗又在哪里。自知被耍的黑妹只能告诉男人，你的狗子很安全，并且吃了我的汉堡，现在还在打嗝。可坏消息是你的家里进贼了，还是我帮他逃跑的。不得不说这个小偷是真的溜，报警来救自己，但他这次可是惹错了人。黑妹根据他的报警电话很快就定位到他的准确位置，并且拨通了电话跟小偷叙情。看小偷一脸嗤笑的表情，还不知道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黑妹邀请他来自己家看看纯种的恶犬，一看身后的警车，男人撒腿就跑，即使他穿越狭小的巷子，也难以甩掉开着4轮车的黑妹。男人本想翻越栏杆逃跑，却没成想被暴躁的黑妹一把拽下。You think I'm stupid, huh? Think you can just make me look like a fool and walk away? 这时队友也匆忙赶来，这才救下了被逮捕的男人。因为被耍的黑妹可是十分愤怒的，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外面威风凛凛的自己，女儿却在家里自杀了，而桌上放了一大瓶农药。慌张的黑妹赶忙拨打求救电话。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将女孩接走。在救护车上立刻注射点滴进行紧急抢救，可她的呼吸已经在衰竭。平日里强势的黑妹，现在也只能依附在女儿身边，一遍遍的祈祷女儿一定要坚持住。历经1天1夜的抢救，女儿终于脱离了死亡的边缘。看着病床上熟睡的女儿，夫妻俩陷入了自责。原来黑妹的老公竟然是个同性恋，黑哥将这一切的责任都归咎在自己身上。也就在这时，女儿缓缓睁开双眼，黑哥不停地向女儿道歉，可女儿却说原因并不在女儿，是因为自己被校园霸凌了。Bunch of girls. Mostly this one, Layla. I don't know why they chose me. I think because I was talking to a boy she likes, and they decided to gang up on me. And they kept saying, you're nothing and you're the worst, and you should go kill yourself, and no one would care if you did, and you should die. 听着女孩不停地阐述别人对她的羞辱，黑妹再也忍不了了。身为一名警察，自己长期保护着这片区域，可没成想保护了所有人，自己的女儿却保护不了。她要让那些欺负自己家人的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第2天，她就通过关系见识到蕾拉，看着她说说笑笑的样子，再想起躺在病床上的女儿，黑妹脸上露出杀人的表情。她一路尾随蕾拉到家门口，看着眼前的大别墅，她知道这家人不好惹，但是愤怒已经战胜了理智。想想女儿所受的痛苦，再想想这群坏女人的笑容，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黑妹径直闯了进去，看到家里出现警察，蕾拉慌了，赶忙将某种东西藏进包里。Hello, officer. Is there a problem or something? Your neighbors called to complain. I'm sorry. Was the music too loud? No, see, they called to say some skanky teenage hoe living up in here, bringing a real stank to the neighborhood, bringing down the property values and such. 在得知黑妹是为了女儿前来报复的，蕾拉竟然瞬间嚣张了，并且当着黑妹的面羞辱她的女儿。可明显她这次惹错了人，黑妹一把将她控制住，并且在她的包里翻出了一整包面粉。这些剂量够她踩一辈子缝纫机了，而女孩丝毫不慌。You are in such trouble. My father's an attorney. Tax attorney. 显然黑妹做足了调查，而晚上蕾拉的父母竟然大闹警局，指责黑妹以权谋私。那些所谓的面粉不过是栽赃陷害，而蕾拉的父亲更是嚣张，竟然威胁黑妹立马放了他的女儿，并且当众道歉，否则会动用一切关系让黑妹失去工作。可他们惹错了人，黑妹可不是被吓大的，即使自己不当警察，也一定会让坏人得到应有的代价。看了黑妹的做法是真的解气，愿所有孩子都能远离校园霸凌，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勇敢面对，保护自己的孩子，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身家100亿的小男孩的生日聚会，可小男孩并不开心，只因为那个与他年龄相当的后妈给他生了个弟弟分夺家产。由于当天的风格外的大，女人本想让土豪抱一下小儿子，可男人犹豫了，他注意到大儿子身上的情绪，于是果断将娇妻丢在一旁。因为他想借着这次机会修复一下这段破裂的父子关系，男人像条狗一样钻进了空气城堡。一旁的小孩不免嘲讽：“你也太大了吧！”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与儿子的快乐时光。但让人担忧的是，他丝毫没察觉到自己的体型将会给儿子带来危险。男人每跳一下，空气城堡的固定锚点就会跟着向上跳动，再加上外面狂风大作，危险悄然来临。随着男人最后一次跳跃，锚点再也无法固定，直接崩开，整个空气城堡都被大风吹起，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在众人的直播注视下，城堡被吹上了天空，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男人不小心掉落下去，生死未知。接到报警电话的消防队员很快赶到现场，不出意外又是小帅这一队人。只见男人毫无动静地躺在悬崖下，空气城堡则被挂在半山腰上，
队长立马开始布置任务，由小帅负责带队营救孩子，自己则去营救男人。一脸不屑的老崔则在上方指挥。幸运的是，城堡内的2名孩子只是简单的擦伤，只有一个孩子重伤昏迷，由老崔放下救生丸将孩子们救下。而一旁的土豪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他头部先落地受到创伤，队长安抚他不要动头，之后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担架救了出去。看到土豪父亲还活着，男孩也是立马冲上前去，这下他悬着的心也是终于落下，不然靠自己争家产可竞争不过后妈，危机也算告一段落。可老崔的心里却充满不甘，因为自己每次都做这种后勤工作，他十分怀疑队长是不是搞种族歧视，于是他准备飙车放松一下，音乐调最大，油门踩到底，将车速开到最快。可没成想前方出现了障碍物，慌乱的他赶忙将车子停到边上，可没成想后方装满钢管的车子来不及刹车，径直向他撞来。见过最狠的男人，头上被插了钢钉竟然丝毫不慌，不仅在分析身体状况，还想转个头看看。而老崔却说不让我转头，那给我录个视频发朋友圈吧，毕竟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受伤。可当他看到视频里钢钉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慌了，钢钉都贯穿了脑袋，自己怎么还活着呢？消防员也很懵逼，小帅更是说不然你把这不死的能力传给我算了。原来就在白天，队长拒绝了老崔的现场营救工作，这让一心表现自己的老崔很是郁闷。而晚上他就准备飙车放松一下，可没成想前方出现障碍物，他的赛车失控，好不容易停下，后方装有建材的货车径直撞来。由于钢筋贯穿了座椅和老崔的脑袋，如果轻易动弹可能导致休克，只能将人连同车子一起送往医院。他们将垫片放在身后，之后固定好脖子，将老崔与座椅强行固定，防止在移动中它发生震动。可老崔担心的是他的爱车是报废了吗？小帅告诉他，你只需找个中国的车贩子，一定能给你翻新成美女一手车的。随后在消防车的护送下，老崔连人带车安全的送往医院。队长小心翼翼地将钢筋剪断，没成想老崔瞬间失去了意识，赶忙将他送往手术室。看到这一幕的医生也很是惊讶，只能强行做开颅手术。由于钢筋被拔出，老崔的大脑出现了溢血，生命指数急速下降。经过一夜的抢救，老崔终于活了过来，可却陷入了重度昏迷，能不能醒来就要看天意了。队长找到老崔的女友，希望可以借助爱情的力量将他唤醒，可谁知这女人却说他们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出于自己的前途考虑，不可能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一个植物人身上。看到女人如此决绝，队长也不好再说些什么，真是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老崔在这里根本没有家人，好在还有一群出生入死的队友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虽然人还没睡醒，但却给一直在照顾他的队友竖了个大拇哥，看来恢复好也只是时间问题。不久后，老崔回归消防队，队友们为他准备了蛋糕庆祝，这样子也是十分的逼真。故事告诉我们，开车一定要小心，生命只有一次，也可能跟老崔一样有2次。现场秒变事故现场是种怎样的体验？父母惨遭遇难，新娘也被埋在废墟之中。这是一场印度包办婚礼，结婚前新娘新郎甚至都没见过面，但好在2人长得都还不错，能凑合过日子。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这场婚礼还算正常进行。根据印度的习俗，他们开始进行载歌载舞的环节，可印度制造的地板怎能经得起他们这样折腾？在直播录像中，地板轰的一声塌陷。当消防员赶到这里，原本的结婚现场已经变成了废墟，16名宾客因为头部钝伤毙命，还有10几名被淹没在废墟中生死不知。队长看着第一案发现场，推测死亡人数应该还会更多。此时的新郎发疯似的在寻找新娘，他不甘心还没有洞房人就已经不在了。消防员对此也深感惋惜，只能尽全力找到他的尸体。但很快队长就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个浓妆淡抹的女人，他赶忙叫来小帅帮忙，2人徒手扒开废墟，果然就是今天的女主。幸好今天新娘拥有爱情之神的加持，身体并无大碍。大难过后的这对新人紧紧相拥。队长向上看去，发现这原本是栋只有2层的小楼，上方加装的第3层也全都是违规建筑，并且没有用钢筋水泥，只是用了最廉价的金属板。这怎么可能支撑住几10名成年人跳舞？这明显就是人为灾难。气愤的队长找到房主，面对这种要钱不要命的，队长恨不得当场打他一顿。还好黑蛋赶来将2人拉开，但是房东这已经属于过失杀人了，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看着如此生气的队长，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殊不知队长的心里也有一番难以提起的往事，因为他的大意导致一栋楼发生火灾。由于房东使用的劣质材料，大火难以控制，导致队长的妻儿死在那场火灾中。难想象身为消防队队长的建国，在年轻时竟然是名瘾君子，每天在下班后必来一颗。可回到家中，妻子在他的嘴里就会发现异样，并且经常在上厕所时磕嗨睡着。原来他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5年前的一次受伤，导致他的背部格外的痛。他经常借着这个理由出去散步，而妻子早就发现了在骗他，却并没有拆穿，反而是想让他再去找个医生看看。可建国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径直走出门，拿上钥匙来到自己的秘密小屋，打开暖屋，在这里开始自己今天的放纵，拿药配酒，天长久久之后倒头竟然睡着了。当再次醒来，发现已经后半夜了，他赶忙离开这里，可到了家中却发现妻子一直在客厅等着他。妻子再也无法忍受，向他发泄着这一切。可建国却说自己在10个月前又受伤了，但是由于害怕让家人担心，
他并没有说只能用一些止痛的药物来抑制这一切，只是现在自己难以控制瘾症，如果24小时不吃自己会很难受，可这却让妻子更加生气了。难道你经常在科嗨的时候去火灾现场救人吗？难道你科嗨的时候开车送我们的孩子去学校吗？尽管建国答应妻子明天一定会找医生将这该死的瘾给戒掉，可妻子今天并不想让他再待在这里。 Spend the night in your drug den or wherever. Well, then what? Then what? I love you, Bobby. I love you. I'll forgive you for this. Just not tonight. 他失望地走回了卧室，无奈建国只能离去。可当他来到毒窝门口，发现并没有带钥匙，最终只能来到天台，赶忙吃了颗药来压压惊，在喝了一口酒后就在雪地里睡去。可由于他的疏忽，毒窝里的暖炉将被子给点燃了。等到建国再次醒来，发现整栋大楼已燃起熊熊大火，他赶忙向家的方向跑去。当来到家门口，里面并没有人回应，无奈只能用脚踹门。好不容易将门踹开，却因为大楼的劣质地板导致他掉了下去。即使是身上充满了疼痛，也不能阻止他救家人的心。他想要徒手爬上去，却被赶来的消防员给拦下。You have to get up there. I can't do it there. We'll do what we can. Hey, you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Give me your gear. Give me your gear. Get out of here. Give me your gear. Give me your gear.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就这样，建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孩子丧生火海，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这也成为他心里扭曲的恶。女警以一己之力逮捕了整架飞机上的乘客，而乘客们非但没生气，反而全都在热烈欢呼。原来就在今早，一架超载的飞机坠毁在机场附近。可没成想，机场以恐怖袭击未结束为由，要求调查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并且不允许乘客走下飞机。可时间已经过去1天1夜，空警不仅没有让乘客离开狭小的飞机，反而私自将一名男人用胶带绑在了座位上。其他乘客立马报警援助，接到电话的黑妹立马赶来。空警表示，这个男人一直在闹事，不听劝阻，想要强行离开飞机，甚至还打了一名空警。可后方的乘客立马说自己全程录了下来。看到视频的一刻，空警脸都绿了。原来男人带着父亲的尸体想要回到故乡，可没成想已经被困飞机1天1夜。试想问哪个儿女想要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货舱里腐烂？男人只想让父亲可以带着原貌入土，他只是想与空警交涉。没成想空警仗着自己的权力，全然不听男人解释，一把就将男人给制服。看到这一幕的黑妹火冒三丈，她质问空警为什么大家不能下飞机，可空警却说他收到命令就是所有人都不能离开飞机，因为还没有查清这是不是一起连环的恐怖袭击。黑妹质问他这是谁的命令，空警一脸自豪地说是这家航空公司的总裁。黑妹一脸惊讶，你是在搞笑吧？堂堂的洛杉矶空警为什么要听从航空公司的总裁？不管他给了你多少钱，所有人都知道这架飞机已经不存在危险，他才不会在乎那个总裁怎么说。说完就要给男人松绑，没成想空警还想上前制止。You didn't just grab my shoulder. Don't make me. Don't make you do what? You place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again, we're gonna have a big problem. 空警害怕的直挠头。黑妹说，既然你说这名乘客闹事，那我就以妨碍治安罪将他逮捕。不仅如此，他还要将所有乘客带回去调查。You are all under arrest, and that means that you are all leaving this plane. 听到这段对话，乘客们对此充满了欢呼。不得不说，黑妹真的是太帅了。可他却被警长给叫到了办公室，警长对他的做法很是不满，惹怒了财神爷他们哪里来的钱开工资？航空公司的总裁找到市长对黑妹进行指控，再加上之前因为女儿的私事逮捕蕾拉，蕾拉的父母可是知名律师，黑妹不断的被人举报，已经将他们警局推上了风口浪尖。无奈的警长只能将黑妹调去文员工作。尽管黑妹做的是有过火的地方，难道作为父母他做的有错吗？作为警察保护人民群众他有错吗？相信身为种马的小帅今天竟然收心了，爱上了911的接线员艾比，两人的约会也是十分的无趣。小帅开车带着艾比体验现场营救，这辆摩托车突然加塞，导致汽车躲闪不及撞到了一旁的高压电线杆，而电线杆恰巧掉落在一旁别墅的游泳池内，泳池内竟然还有个小女孩。男保姆想要上前营救，却被10万伏的高压电流给当场电死，幸好女孩在绝缘皮艇上躲过一劫。这时女孩的爸爸奋不顾身地冲了过来，小帅一把将她给扑倒，告诉她自己可是消防员，那水池里面可是有着10万伏的高压电流，就算是只恐龙也会被当场电死。知道你爱女心切，但可没有像你这样冲过去送命的。小帅命令男人与妻子安抚女孩的情绪，一定要让她待在浮板上，而小帅则盯上了一旁的充气海豚，想要以此来进泳池将小女孩救出。艾比看到这一幕十分惊讶，你这做法也太疯狂了吧，怎么智商为0啊？而艾比灵机一动想到办法，他将水管给切断，由于水管是橡胶做的不导电，两人分别拽住一端，随后一同向小女孩靠近，而女孩的妈妈则引导女孩抓住水管。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如果稍有不慎，小女孩就会跌落水下被电死。两人缓缓拉着水管向岸边靠近，之后由艾比将女孩拉上岸，交给他的父母。也就在这时，迟到的消防员终于赶来将电源切断，而小帅早已解决了危机。男刚拿到飞行驾照，就带着女友飞上了天。没见过世面的女人高兴坏了，原来天上是这么好玩。他们坐着飞机来到第一次约会的上空，回想着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不出意外马上就来了。突然一阵抖动，
男人顿感不妙，他立马让女人拿出飞机的飞行手册，让她看看怎样无引擎紧急降落。Airspeed 65 knots. Check. Verify flight ring is engaged. Check. Initiate engagement process. Check. Confirm pilot. Is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the passenger. Check. The pilot promised to love and cherish the passenger until his dying day. Double check. 女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都是男友准备的求婚。之后趁着女友还在兴奋，立马掏出了鹅蛋大小的钻戒，可没等女人答应，他瞬间神情紧张，竟然一下子翻了白眼。男人心想，拒绝我也不带这样吧。可女人捂住了胸口，难以呼吸，无奈男人立马拨打救援电话，得知他们位置的接线员也很懵逼，要想救援你要赶紧降落呀。他们消防员可没有配备飞机的，可距离最近的机场还有半小时，而女人却等不了那么久了。无奈她只能紧急迫降在高尔夫球场上。于是男人拿出自己练习2年半的驾驶经验，最终飞机在一番滑行后停了下来。消防队员立马抵达现场，他们将女孩平放在草地上。起初他们还以为女人是心脏病突发状况，队长建议立马给她服用硝酸甘油。可接线员艾比却在此时打来了电话，他联系了女人最近看病的医生，医生告诉他女人最近在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治疗期间会引起心跳加速。得知消息的队长立马抓住黑蛋的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吃硝酸甘油会导致女人当场毙命。于是黑蛋赶忙将药物换成了腺苷。随着药物的推进，女人猛地一下醒了过来。可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要再看看戒指。男人满脸期待地将戒指戴在女人的手指上。She said yes. And she smacked him. 看了视频的你们还会再给女朋友惊喜，让正在执行任务的小帅哈哈大笑，就连一向严肃的队长也露出了笑容。原来这个男人被自动洗车机的刷子给缠住，像只狗一样被吊住了。老板无数次提醒这个男人一定要关闭电源再去打扫卫生，可他从来没听过，结果就是惊动了消防员。黑蛋负责检查男人身体，一番操作后将男人抬上了救护车，可队长却听到屋内传来了笑声。当他和黑蛋走进屋内，小帅这小子都快要笑疯了，指着监控让老板重新播放一遍，让这两人也来看看。Fuck, that man could have been seriously injured. Listen, this stuff is so unprofessional. I'm not laughing. I'm not. 就连洗车店的老板都被这仨人的笑容感染到了。